本期要对比的是三星 S24 Ultra 和索尼 RX100 M7， 也就是黑卡7。在前两期的对比中呢，可以看到黑卡7这台小卡片的表现还是非常厉害的。如今的旗舰手机主摄的高清模式还有长焦都很难拿下它。那本次参与对比的 S24 Ultra， 它主摄的2亿像素高清模式的表现会怎么样呢？而且这台手机的长焦也不弱。欢迎收看 ZPH。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谢谢大家了。每期测试前都有摄影环节，我会去瞎拍些照片，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希望大家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看完前面的照片，不要只琢磨是哪台设备拍的啊，还是那句话，能成像的设备都能摄影，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S24 Ultra 后摄是4颗镜头，主摄超广角3倍的中焦5倍的长焦。黑卡7那边呢，就是24到200的光学变焦镜头，光圈也不是恒定的啊 ，f2.8 到 f4.5。哦，对了 ，S24 Ultra 的4颗镜头都是定焦镜头啊，没有光学变焦，没有光变。下面咱们就看看 S24 Ultra 能不能在白天在解析力方面战胜黑卡7，为手机挽回一点颜面。那么重点就是从主摄开始聊。从参数上说，三星的主摄的底稍微小一些，1.3分之1英寸，但是原生像素呢是2亿像素啊，听起来挺恐怖的。等效焦段是23毫米，和黑卡的最广焦段24毫米差不多，但是黑卡的主摄底呢是1英寸的，更大一些。有效像素呢听起来少一些，2000万像素，但是在前两期的对比中，你们也看到了它的解析力相当恐怖。前两期开头都说过，黑卡7的镜头在最广焦段，它的主摄的最大光圈的锐度就能跟它的小光圈 f4、f8 的解析力是一样的，这点是非常厉害的啊！最起码它的镜头的光圈素质是对得起它的售价，对得起它的蔡司标的。毕竟它还是一颗变焦镜头，它不是定焦镜头啊。现在看到的是前两期小米14 Ultra 主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对比黑卡724端2000万像素的解析力对比，是打不过黑卡7的。同样的，上期 vivo 主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也是打不过黑卡7的2000万像素的。就算是开启了 AI 5000万高清模式，在解析力方面才跟黑卡72000万像素将持平吧。那这回该轮到三星的对比了。先是普通模式啊，当然这普通模式指的是三星啊，黑卡那边一直都是2000万像素。成像色彩风格方面确实是有差别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喜欢三星的打1，喜欢黑卡的打2。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啊，我本来就想比这一组的告诉你们，在默认模式下，三星肯定比不过黑卡的啊。解析力方面确实如此，但是没想到的是，黑卡在这个场景居然出现了伪色。注意看画面中间带网眼的铁板上，黑卡居然有黄色的树状的伪色。那这个场景之前小米就出现过伪色啊，没想到这回轮到了黑卡。那就再对比一组吧。你还别说，这组的颜色风格看起来最起码在阴影方面啊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解析力方面啊，三星那边就是打不过黑卡啊。当然了，三星还没有开超清模式。
边角画质再说一嘴吧，因为前2期节目边角画质对比的还是比较细的。黑卡的边角画质在变焦镜头里边最大光圈下，它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不错的啊，这点很难得。但是这回你注意看右上角，因为太阳就在那个方向，黑卡的表现还是出现了扩张度的问题。那么这点呢，咱们还是扩张度环节再说。三星的表现嘛，相对于它底的尺寸来说呢，就算不错啊。下面重头戏来了啊！三星的主摄是有2.1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这个时候它跟黑卡的2000万像素比会怎么样呢？没错，这回在解析力方面，终于可以说超过了黑卡了。终于在白天阳光充足的时候，手机的解析力超过了黑卡。在 B 组也是如此，三星主摄的2.1像素在解析力方面确实超过了黑卡的2000万像素啊！真不容易啊！其他2台旗舰手机没有做到的，它做到了。这让我想起了华为啊，华为的主摄也有一个 AI 的高清模式，但是它的成像是非常慢的，慢的跟拍夜景似的。它在一次测试中，确实在解析力上也超过了三星主摄的2.1像素。不过三星的主摄2.1像素的可用性还是挺高的，基本上属于拿起来就拍，只要你调到2.1像素，按下快门就能成像啊，这点还是不错的啊。当然了，就不能连拍了啊，连拍速度不行。超广角方面，三星跟其他的手机一样，就有天生的优势了，因为毕竟它是有超广角的嘛，等效焦段在13到14毫米之间。而黑卡那边呢，它的变焦镜头最广的焦段就是24焦段，它是没有超广角的。现在看到的就是三星的超广角和黑卡最广24焦段在视角上的区别。当你想拍超广角的时候，手机最起码有一个超广角镜头是给你用的，而黑卡那边呢就没有办法了。像这种黑卡拍出来天空完全过曝的样片呢，前2期我已经仔细说过了，我们会把它放在扩张度的环节，用RAW格式来好好讲一下啊。这期也是一样，感兴趣的朋友呢，去看扩张度环节。再说微距拍摄，微距放在了超广角的后边，是因为三星这台手机拍摄微距最好的焦段呢是超广角镜头。虽然说它的长焦啊也能拍摄微距，但那个并不是长焦拍的，它是通过其他镜头数码变焦拍的，它不是光学焦段。那么在实拍样片上看呢，三星这边的放大比好像更好一些。那么黑卡那边呢，这几天经过我反复琢磨呢，我觉得它的50焦段拍摄微距是最舒服的，最近对焦距离也不错，放大比也还行。把两边的样片焦点部分放大看的话，它们的微距效果还行啊，虽然说谈不上极致，但是拍摄微距呢也够了，两边的解析力都是不错的。不过超广角拍摄微距有一点我不喜欢的就是它离被摄物体太近了，很多时候都会遮挡到光线，比如说这几张照片里边就能看到手机的影子，而且离被摄物体太近呢，也不利于拍摄昆虫，会惊扰到它们。再说中长焦镜头，三星是有一个3倍的中焦镜头和5倍的长焦镜头的。5倍的长焦镜头呢，也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但是看过前2期的朋友，我估计你们心里已经知道中长焦的对比结果了。对比样片，先从2倍焦段开始看，那么两边的颜色呢还都挺好看的，而且三星这边呢看起来更清淡一些，这点在之前我没有想到。三星的2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等效46毫米，黑卡用的是50毫米焦段，但是解析力方面呢是比不了黑卡的。到了3倍，三星就是光学焦段了，等效69毫米，黑卡用的是70毫米。虽然说这个时候三星是3倍的光学焦段，但是在解析力上呢依然敌不过黑卡。现在是5倍焦段的对比，5倍三星也是光学焦段啊，等效115毫米。黑卡这边用的是135焦段，解析力方面还是黑卡的更优秀。虽然说三星的5倍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但是它跟黑卡135焦段的2000万像素比呢，在解析力方面依然是败下阵来。现在三星用的是10倍的数码变焦，它是5倍镜头的数码变焦啊。黑卡这边用的是200毫米焦段，解析力方面依然是黑卡的表现更优秀。现在三星是30倍的数码变焦，当然它用的还是5倍镜头来做数码变焦，可以看到跟黑卡最远的200毫米焦段在视角方面的差距是多么的巨大，但是放大看解析力呢，依然是不敌黑卡的。再说前摄，先看自拍的表现。三星在切换到前摄镜头的时候，它不会自动切换到人像模式，现在很多手机只要你切换到前摄，它就会自动蹦到人像模式。黑卡那边呢，就是把相机调过来拍就行了，反正它也有翻转屏幕。那两边的自拍照片呢，可以用比较真实来形容啊，就是原汁原味儿。
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两边的清晰度非常的高啊，防抖也还不错。那么跟自拍也是一样的，不能说他们是追求的真实还原，反正他们从实际的拍摄效果上来看，就是很自然啊，没有过多的皮肤修饰，没有过多的美颜。我个人觉得效果还可以啊，我不知道别人用的时候能不能接受这种一点美颜都没有的真实的自己。再说人像对比，用的就是手机的人像模式，没有调其他设置。那么这两台设备的对比呢，比其他手机对比黑卡器的时候看起来更为接近一些，因为三星的人像模式美颜确实没那么重啊，更接近真实的你，不像其他的手机人像模式在人物脸部的美颜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多。当然了，第一个场景人物脸部的亮度区别还是比较大的，相比之下呢，三星的效果更好一些。但是到了第二个场景呢，这两台设备就相当接近了，三星的背景虚化也比较自然。当然了，要说自然呢，肯定还是黑卡更自然。这两台设备在第二个场景人像的风格如此接近，我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台设备拍摄出来的人像照片。再说扩张度的对比，像这两台便携的设备呢，它主要的用法就是拿起来就拍。那么黑卡那边，无论你是用 JPG 格式还是RAW 格式，拿起来就拍呢，就是右边这个效果，亮部呢全都过曝的。而三星这边的效果呢还是可以的。那如果黑卡用点测光来寻找画面中灰阶比较靠中间的部分来进行曝光，并且用RAW格式的话，调整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现在看到的就是调整的过程，打开黑卡拍的3种不同曝光的照片。第一张就是拿起来就拍的效果，第二张呢就是用点测光找画面中灰阶靠中间部分进行精确测光的，第三张呢就是用相机内部有一种叫做保留强光的曝光模式，它会优先的保留强光。先说黑卡拿起来就拍正常曝光的照片，它的亮部已经完全过曝了，这个时候无论你怎么调，它的亮部都是没有细节的，但是暗部的细节是没有问题的，清晰锐利，而且也没有噪点。再说黑卡强光优先曝光模式的照片，这个时候它的亮部细节保留还是很充分的，你可以继续提亮，也可以减暗。但是暗部细节就比较糟糕了，如果把暗部强行提亮的话，会看到暗部的噪点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估计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照片。再说黑卡用点测光拍摄的照片，拍摄的时候呢，你要自己去寻找画面中灰阶比较靠中间的部分，用点测光来进行曝光拍摄。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它的亮部细节也是有一些的，暗部细节也是有一些。这个时候它的亮部也可以再进行调节，你可以让它更亮一些，也可以让它更暗一些，因为这部分信息是有的。暗部也是如此啊，可以继续调亮，也可以减暗，而且放大看暗部的噪点呢，虽然说有一点点，但是完全可以接受。经过稍微的调整之后，这个时候黑卡照片的观感呢，肯定是比直接拿起来就拍的效果要强很多了。前两期节目里有人说为什么不打开黑卡内置的 HDR 功能，你那嘴啊是什么都敢说呀。黑卡默认它就是开启 HDR 功能的，我不但没有主动关，而且还把这个功能开到了最大。还有说为什么不用包围曝光多张合成来测试黑卡的极限呢？它问题是手机也有这功能啊！对，你们想看看三星拿起来就拍的 JPG 效果吗？打开三星拿起来就拍的 JPG 照片，注意是 JPG 啊，这回就不是 RAW 格式了。可以看到它的亮部细节跟暗部细节都是比较充分的，而且亮部跟暗部都是可以随便调的，你可以再亮点再暗点都随意啊。而且暗部细节它的噪点控制的也是比较不错的。虽然说24 Ultra 跟23 Ultra 换了2.1像素的主摄之后，它的扩张度跟21 Ultra 22 Ultra 比呢已经下降了不少了，但是它还是跟其他手机一样，拍摄的时候用的是计算摄影多张合成，把多张不同曝光的照片合成到一张照片里边，让暗部跟亮部的细节看起来很充分，这就是手机计算摄影的优势。虽然说它是 JPG 照片，不是 RAW 格式，但只要亮部跟暗部的信息是全的，你怎么调都行。再看夜景的对比，三星这边还是拿起来就拍，黑卡这边呢还是用RAW格式，分拿起来就拍和点测光微调后两种啊。那如果只看拿起来就拍呢，黑卡那边是比不过三星的，精确的点测光之后再经过微调呢，效果还是可以的。下一个场景也是如此，如果都拿起来就拍的话，黑卡的亮部看起来还是很糟糕的，那点测光在微调之后的效果还是 OK 的。只不过来到这个高难度的场景，黑卡那边无论是拿起来就拍，还是用其他的曝光模式，还是精确的点测光后微调，总之效果就是比不过拿起来就拍的三星直出的 JPG 的效果。
现在是夜晚长焦的对比，先看3倍这边。那么三星这边的亮部跟暗部的信息是全的啊，虽然说它拍出来的也不能说有多好看，但是它信息全，想怎么调怎么调。调的方式呢，可以看前面扩张度的环节。那黑卡那边呢，直接拍的效果，这个亮部啊过亮，暗部呢稍微有些暗，但是经过微调之后的效果还是可以的。5倍的对比也是如此，三星这边拿起来就拍的效果就说还可以了，黑卡那边呢必须再进行一次调整啊，有点麻烦。来到城市比较灰暗的场景，主摄焦段拿起来就拍呢，你还别说啊，黑卡这回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我还挺喜欢的。3倍黑卡那边的效果还是可以的，虽然说有点虚吧，但这是我的问题，不是黑卡的问题。5倍的效果也是如此啊，黑卡在城市环境比较暗的地方呢，它拍摄出来的照片我还是认可的啊，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但是，一来到了极暗环境，手机也打开夜景模式了，这个时候在细节呈现方面的差距就比较大了。虽然说三星那边拍摄出来的比较亮啊，但是你可以调暗呢。黑卡那边的细节拍不出来，怎么调它也是没有的。健身器场景是非常极限的场景，也是黑卡最后一个能对上焦的场景，只不过细节呈现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虽然说这个时候黑卡可以用闪光灯来拍，但是闪光灯是有距离限制的，那么远处的细节呢还是拍不出来，跟手机的夜景模式没法比。而且手机也有闪光灯模式，手机可以用闪光灯，也可以用夜景模式，所以说在极暗环境下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到了树林小路这个场景，黑卡就完全没法对焦了，这已经不是什么拿着三脚架或者手动对焦就能搞定的了，因为它的取景器里边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你根本就没法手动对焦。它自己虽然说有辅助对焦灯，但是这个环境它也没法对焦，只能蒙着拍。那至于后边的祖川神树谱还有女流氓小巷这样的场景呢，黑卡根本就没法参战了。视频录制用的就是2台设备的默认设置，都是最接近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颜色的区别还是挺大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而且扩张度方面的区别呢还是有的，黑卡那边亮部还是过曝，防抖两边都不错，清晰度两边也都很好。现在是2倍镜头的录制效果，三星是2倍啊，主摄的数码变焦，黑卡是50毫米焦段，两边的防抖还有清晰度都没有问题。现在三星是3倍，黑卡是85焦段，防抖呢三星更稳一些，黑卡那边倒不是说防抖不好，但是确实随着移动呢稍微有一些晃。清晰度方面嘛，黑卡那边看着还行，三星这边锐化比较重。现在是5倍的对比，黑卡那边是135焦段啊，同样的稳定性方面还是三星做的更好，清晰度两边都不错。颜色嘛，三星稍微强一些啊，黑卡那边有点灰。现在是10倍的对比，黑卡那边呢是200焦段，黑卡那边的清晰度要仔细看的话是非常高的啊，可惜就是稍微有些晃。三星这边的清晰度呢也没有问题，颜色呢我感觉也不错，但就是有锐化的痕迹。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对比，黑卡那边是24焦段啊。如果仔细看黑卡那边呢，虽然说它防抖稍微晃一些，噪点稍微多一些，但是清晰度实际上是比三星这边更高的。也就是说，如果站着不动拍的话，黑卡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哦。现在三星是3倍，黑卡是70焦段，同样的，黑卡那边噪点稍微多一些，但如果你仔细看解析力方面，黑卡是相当不错的，甚至是比三星还要强一些的。三星这边呢，就是画面更纯净一些。现在是5倍焦段的对比，黑卡那边是135焦段啊，可以看到清晰度方面还是黑卡的更高一些，你们可以暂停看。就是防抖呢没有三星的稳，噪点方面确实也比三星更多一些，但是清晰度确实不错。到最后一个环节了，工业设计跟硬件方面呢是给2台手机做对比预备的，那么这2个设备呢也就没有什么工业设计方面喜好可说了。通过本期的对比啊，终于有一台手机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主摄的解析力是可以超过黑卡的了。只不过长焦呢，还是黑卡的更厉害一些啊。当然了，扩张度环节跟夜景环节呢，确实是手机的优势环节。虽然说黑卡这台便携的卡片相机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小巧，它拍摄的体验也非常不错。只不过你出门还得带手机。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的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跟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